最近一组数据刷爆了朋友圈。根据电商平台发布的消费数据，今年最热销的不是数码产品，不是奢侈品，而是1.9元10包的挂面和几块钱一袋的榨菜。这让我想起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最近的那句火爆网络的话：生机勃勃的老年人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。这句话火了没2天就被删了，但它道出了当下中国最真实的写照。我们先拿数据说话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今年3季度 GDP 增长 4.6%， 好像还不错，对吧？可你再看青年失业率，连续多月维持在 17% 以上。明年更惨，教育部预计2025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222万，创历史新高。这些人要去哪里？据高善文透露，现在已经有4700万城镇劳动力找不到正式工作。这个数字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上海、北京、广州3个1线城市的人口总和都在失业。有趣的是，官方统计的城镇失业率却只有 5.1%， 还比去年下降了 0.2个百分点。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网上疯传的段子，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都回老家了，自然就不算失业了。说着是段子，可实际情况比段子更魔幻。在深圳，一位普通程序员的遭遇引发广泛关注。2022年，他还是月薪2万5的互联网开发工程师，而裁员潮后辗转半年找工作，要么工资腰斩，要么就是996加007的超强度。最终，他无奈返回老家，做起了月入3000的网约车司机，收入完全不稳定，有时一天只有几十块进账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他还背着60万房贷的压力。2021年，在深圳郊区买了套小户型，首付掏空了所有积蓄。如今房子卖不出去，每月还要咬牙还贷5000多。从前的周末音乐节、话剧现在成了奢望，连朋友圈都不敢更新，生怕被人知道现状。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并不罕见。北京某知名媒体的实习生，硕士学历，实习工资3000，房租却要4000，投递数百份简历石沉大海，因为各大媒体都在裁员，根本无人敢招新人。即便是留在大厂的员工，日子也并不好过。据爆料，某互联网巨头今年部门 KPI 提高 30%， 奖金预算却减半，人人都在观望，等待风声过去再择机跳槽。但这个风声何时能过，却无人能说得准。最讽刺的是，在年轻人节衣缩食的同时，那些退休的老年人反而活得滋润。据统计，2023年全中国退休金已经连续19年上涨，平均涨幅在 3% 至 4%。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，每月退休金轻松过万，比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工资还高。高善文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：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增长，而是分配。这话说得太对了。但他这句话一出，微博上立马被删，朋友圈也转不了。可能在某些人看来，连这种最基本的事实都不能说。有人说这代年轻人太娇气，动不动就喊我要躺平。可你仔细想想，当一个曾经充满理想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靠着榨菜度日的时候，当一个曾经月薪2万5的程序员不得不回老家做代驾的时候，躺平真的是他们的选择吗？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，某电商平台发布数据说，今年双11最火的不是大牌包包，也不是高端电子产品，而是1.9元10包的挂面。再看看其他热销榜，要么是9.9包邮的袜子，要么是几块钱一大包的榨菜。这让我想起去年那个3块钱炒饭的热搜，当时还有人说是个例，现在看来这哪是个例，这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却活在繁花里。前几天，上海某酒店跨年夜的套房价格曝光，最贵的要价30万一晚。
更夸张的是，有人在社交平台发起压马路局，要求个人着装不低于10几万，参加费好几千。这让我想起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最近的一个观点：中国的财富正在加速向少数人集中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倒退。这话说完没多久，付鹏的微信公众号就被封了。但数据是不会说谎的。央行数据显示，今年前3季度，中国居民杠杆率已经突破 6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全中国老百姓平均每赚100块钱，就要拿出62块还债。而在2012年，这个数字才40%出头。更吓人的是房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中国房奴超过 1.2 亿人。很多人一个月工资1万出头，光房贷就要还6000多。我认识一对90后夫妇，两人都是北京某央企员工，月收入加起来3万多，看着很体面。但他们在燕郊买了套120平的房子，月供就要2万。每个月发完工资，付完房贷，剩下的钱连请朋友吃顿火锅都费劲。所以你现在理解为什么外卖平台上9.9的套餐这么火了吧？为什么地摊经济会死灰复燃？为什么公园里1块钱的棒冰能排长队？这不是什么消费降级，这是被生活打趴下的无奈之举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普通人节衣缩食的同时，某些人的钱却花得比水还快。前段时间网上传出某富二代在酒吧一晚上花了380万，买单的时候还嫌服务员动作太慢。这让我想起高善文的另一个观点：中国的财富差距正在快速扩大，而且这种扩大是不可逆的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千万资产家庭已达到208万户，比去年增长了 12%。但与此同时，全中国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当某些人在为一晚上住30万的酒店发愁的时候，另一些人正在为明天的3餐发愁。某知名美妆品牌的柜姐近况也引发网友热议。每月4000块固定工资，提成全看运气，这就是1线城市美妆专柜的真实收入。去年疫情3年的存款都给生病的父亲治病花光，如今只能蜗居在北京6环外的群租房，每天挤1个多小时地铁上班。最讽刺的是，这些柜姐每天要给顾客推荐上千块的护肤品，自己却连几百块的面霜都用不起，只能改用平价产品。这种身在繁华却难享其利的矛盾，正是当下年轻人生存困境的缩影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这种消费降级已经开始向中产蔓延。某银行的理财经理透露，今年他发现一个新现象，很多家庭年收入50万以上的客户都开始取出定期理财的钱，说是要防着急用。以前遇到大笔支出，他们都是选择贷款，现在都不敢贷了，生怕哪天收入断了还不上。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。据某机构调查，超过 78% 的中国人认为未来5年内自己的收入不会有明显提升。而在2018年的同类调查中，这个比例还不到 30%。有人说这是消费降级，我觉得这个说法太温和了。这分明是一种生存焦虑在蔓延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了省钱放弃外卖，取消娱乐消费，甚至连基本的社交都在压缩，这哪里是什么降级，这是在回归生存的底线。说到底，今天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？表面上看是房地产崩塌、消费降级、年轻人失业，但深层次是中国经济转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。中国的经济模式到了不得不转的关口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看那些数据背后的逻辑。政府一边叫嚣着要放4万亿贷款支持房企，一边又在压缩货币供应；一边说要拉动内需、刺激消费，一边却连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。
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不愿意触动根本利益的问题。最典型的就是烂尾楼，900万套烂尾楼背后是无数家庭的血泪。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，通过设立专项基金、减免房贷、直接补贴等方式，但他选择了最懦弱的方式，粉饰数据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解决问题，就意味着要动银行的奶酪，要动地方政府的奶酪，要动权贵们的奶酪。再看金融系统，表面上说要放水救市，私底下银行却在疯狂收缩信贷。一季度才放6000亿开发贷，到2季度余额反而减少了。银行不是傻子，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个市场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临界点。与其放水给僵尸企业续命，不如趁早收贷保住自己。最魔幻的是政府的数据游戏 ，GDP 增长4.6%，但高善文说实际高估了10个百分点。城镇失业率5.1%，但4700万人找不到正式工作。说要完成100万套城改，但连最基本的资金来源都说不清。这哪是在解决问题？这是在自欺欺人。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政府没钱了，银行怕死了，企业撑不住了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但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，让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寸步难行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改表面不改实质，只放风不放水，只要 KPI 不要效果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恶性循环正在加速房地产断供潮，引发银行惜贷，银行惜贷导致企业经营困难，企业困难引发失业潮，失业潮又进一步打击消费和房市。每一个环节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推倒一个就会引发连锁反应。有意思的是，面对这种局面，政府现在忙着做2件事，一个是封数据，比如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，另一个是控舆论，但凡有人说点真话就被封号。高善文说 GDP 高估被删，傅鹏说消费降级被禁言。可问题是，你封住了嘴，但封不住民间的痛苦啊。所以未来怎么走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等待中国人的可能不仅是经济衰退，而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。当政府的公信力崩塌，当金融体系失去信任，当老百姓对未来失去希望，这个社会还能稳定多久？但可惜，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们似乎只关心一件事，保住自己的位子。至于老百姓死活，他们信奉的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。